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每日返工趕頭趕命，唔係 OT 就係趕 deadline。你究竟係為咗乜呢？望住屋企隻貓連打風都打唔喐啊，日日唔係瞓覺就係喺度 hea。唔少主人都會好認命咁話，咁辛苦返工咪就係為咗賺錢買罐罐養你咯。但你有冇諗過啊？你隻貓究竟知唔知道你每日消失嗰10個8個鐘，其實係去返工賺錢養佢啊？定係佢覺得你只係背住佢走咗出去玩呢？最顛覆認知嘅係屋企啲嘢食又好似無限供應咁。究竟喺你隻貓眼中，呢啲嘢食係你辛苦揾返嚟嘅功勞，定係本來就由廚房自動變出嚟嘅？今集就等我哋一齊走入貓嘅世界，幻想睇下喺佢哋眼中，你呢個每日自稱都話好忙嘅人類，到底扮演緊咩角色啊？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主人出門與回家的規律認知。講到貓點睇主人出門返工，其實佢哋嘅世界觀同人類完全係兩套 system 啊！喺貓嘅認知入面，佢哋完全冇返工或者公司嘅概念。當每次見到你執晒袋、換衫、着埋鞋、成副武裝準備出門口嘅時候，貓對眼就會發晒光啊！因為呢啲物件喺佢哋嘅思維邏輯裏面，應該就似係你要外出巡視或者去打獵嘅信號。甚至有啲貓會將主人出門同自動餵食機連結埋一齊啊！覺得只有主人快啲離開屋企，部機先會正常運作出糧咯。所以當你放工返到屋企，開冷氣餵埋罐罐，貓對你展現嘅熱情啊，可能只係慶祝緊，好啦，終於開返冷氣，有得開餐啦。如果用主僕關係嘅角色去解讀啊，貓甚至可能覺得自己先係老闆啊，而你只係佢每日外判出去負責帶新鮮食物返屋企嘅基層員工，或者都算係一個幾幫得手嘅開罐器咯。不過亦有部分貓比較任性，表現到可以完全不顧一切，無論如何喺你出門口嗰一刻都會盡量攔截，好唔想同你分開咁。但無論係邊一種講法，本質都係一樣。喺貓嘅世界入面，冇職場亦都冇金錢，只有一個佢睇得見嘅規律，就係你一出去返嚟之後就會有食物咯。食物供應來源的理解方式。既然貓根本唔理解咩叫返工，咁喺佢哋眼中，每日源源不絕出現嘅罐罐同貓糧到底係點嚟啊？除咗之前講過，佢哋可能以為你出咗去打獵或者去解鎖個餵食機之外，其實貓仲可能有一種都幾離譜嘅諗法，就係屋企本身就係一個會自動出食物嘅魔法空間咯。喺佢哋眼中，啲食物一早就存在喺屋企某個地方噶啦，例如櫥櫃或者嗰個白色人類叫做雪櫃嘅大箱度。至於你只係負責將食物由一個點速遞去佢個碗度嘅速遞員啫，而且佢更加唔會諗到儲糧始終有一日都會食完嘅危機感啊，更加唔會有咩長遠計劃。喺佢哋世界入面，食物幾時出現純粹係一場機率同規律問題。如果個碗空咗，對佢哋嚟講就係世界末日啦。所以當你突然放假留喺屋企冇出門口，佢哋反而會覺得奇怪。咦，你今日唔使出去嘅？咁我一陣間嗰餐會唔會出事噶？甚至喺佢眼中哇，你每日出門成10個8個鐘噶啦，返到嚟每次都兩手空空嘅，連隻雀仔都捉唔到，靠你打獵就餓死啦。但神奇在見你每次打開個雪櫃就可以變出生肉同罐頭。喺貓嘅邏輯入面，你雖然打獵唔得，但喺儲存食物同解鎖開罐呢啲事上，似乎又幾有本事。主人生活變化的理解與反應。除咗平時出門返工，當人類嘅生活作息突然改變，例如失業、加班或者放假，貓喺佢哋嘅世界入面，同樣會有一套幾有趣嘅解讀。
好似主人失業喺屋企，貓雖然唔知咩叫做公司執笠或者經濟不景啊，但佢哋絕對分得出你俾嘅係高質肉罐定係平價乾糧嘅分別。如果主人因為失業而焗住 downgrade 換咗隻平價糧，喺貓嘅心入面會諗，你以前個服務水準去咗邊啊？係咪出現咗咩問題冇話我知啊？而當你保得住份工啦，但有一日突然因為加班而夜咗返屋企，貓更加會起疑心啊！喺佢哋眼中，你每日定時定候出門，帶埋出面嘅氣味返嚟，本來就好似大自然規律一樣咁穩定嘅。一旦你打破咗呢個常規，佢哋除咗會好焦慮，甚至會懷疑你係咪背住佢喺出面有咗第二隻貓啊！到你好唔容易捱到放假嗰日，本來諗住可以瞓過覺啦，但貓嘅邏輯通常係，平時你出門口話去返工，消失嗰10個8個鐘，佢覺得已經就晒你啦，當係自己嘅午睡時間。既然今日放假你都留喺屋企咯，咁當然你唔可以偷懶，要全日服侍佢啦。不同成長背景下的認知差異。其實唔同出身嘅貓對人類返工嘅睇法都會好唔同，好似流浪過嘅貓咁，因為真係捱過，感受過出面世界有幾殘酷啊，所以佢哋諗嘅嘢往往最貼近現實，絕對唔會天真到以為食物可以係自己變出嚟嘅。喺佢哋眼中，主人根本就係一個撈得好掂又好慷慨嘅打獵大佬嚟。雖然有啲主人會心諗，日日困住隻貓喺屋企好似坐監咁啊，但對佢哋嚟講，呢個監獄反而先係最安全嘅避難所。比起所謂嘅自由啊，有穩定嘅食物同安全嘅地盤先係最緊要啊。如果係由細到大都未見過世面嘅家貓啊，諗法就截然不同啦。佢哋對出面個世界根本冇概念啊，自然唔會覺得自己被終身監禁。相反，佢哋會覺得自己先係呢間屋嘅真正主人啊。食物點樣嚟，佢哋唔會理啊。總之就理所當然啦。喺佢哋眼中，你不過係一隻定時幫手開罐罐，每日總會有一段時間會消失嘅大貓嚟。至於你成日同佢交代話去返工啊，如果你冇留低大堆玩具俾佢解悶，佢好大機會只會覺得你係抌低佢，自己走咗出去玩，或者乘機偷懶啊。不過如果講到會同主人一齊返工，或者喺鋪頭流連嘅貓店長啊，情況就唔同晒，因為每日大家都喺同一個空間，佢會睇住你喺電腦面前做嘢，招呼客人，重重複複做緊差唔多嘅嘢。除非你做嘢嘅時候會俾隻貓睇到你用現金同客人以物易物，特別係用錢去換食物啊，佢先會明白嗰堆銀紙嘅用處。否則嘅話，喺佢哋嘅邏輯入面，一嚟呢度根本唔係咩返工嘅地方，二嚟當佢周圍巡邏，瞓喺收銀機或者靜靜咁觀察客人，佢其實只係覺得自己同你一齊打理緊屋企之外嘅第二個地盤。總之，你忙你嘅，我忙我嘅，大家各自分工，各有職責啫。睇到呢度，答案其實好明顯啦。喺貓簡單嘅世界入面，冇錢，冇返工，更加冇賺錢買罐罐呢個概念。佢哋感受到嘅只有時間嘅流逝，同埋你身上氣味嘅改變啊。所以有時當你遲咗收工返到屋企，見到隻貓因為誤會而抱怨或者搗亂，請你原諒佢啦。記住，佢嘅世界其實好細，細到就係得返你同埋呢個屋企啊。雖然佢可能永遠都唔會知道你每日係點樣辛苦養活佢啊，亦體會唔到你受咗幾多委屈啊。但喺佢眼中，就算你未必係最犀利嘅獵人，佢就係會好上心記住你每日出門同返嚟嘅時間，用自己一生去配合你啊。因為對佢嚟講，真正最重要嘅，從來唔係你買咗幾貴嘅罐罐啊，而係你每日消失嗰10個8個鐘，最後平安返到屋企，可以俾你最純粹嘅陪伴啊。當你放工返到屋企，你隻貓第一件同你互動嘅事係乜嘢啊？
請你留言話我知啊！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